麦卡锡上台先挑衅，中国外交要如何应对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众议院那位经过15轮投票才产生出来的新议长麦卡锡已经放出话了，说自己当初立了 flag， 当选议长之后就一定要去台湾跑一趟。现在当选了，那就要履行这个承诺，不然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所以考虑到当初佩洛西就是有麦卡锡煽风点火，对佩洛西用激将法把佩洛西催去台湾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佩洛西还只能算是麦卡锡的前传。那么大家肯定要关心一件事儿，就是这次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上一次呢，我想大家的情绪起起落落吧，经过了激动、失望，然后又反应过来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去年整体应对还算挺好，就是前期气氛渲染方式不巧妙，给自己挖了点坑，损失了一点公信力。所以我猜测这次我们的处理呢，跟上次相比会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我们很可能会进行大规模的绕台军事演习，规模也可能很大，而且有可能增加技术含量，给台湾民众施加更大压力。比如前段时间台湾说没有发现歼20绕台，结果我们歼20的飞行员就公开描述脚下的台湾宝岛风景，我就在你头上，你看不见我那就对了，我就是要给你这个心理压力。而且你台独势力要美国人来，那我就让你难受，谁让你不拒绝？另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要看有哪些不同了。尤其是秦刚担任外交部长之后，外宣表态的方式会不会和以前不同？我个人感觉，当然不一定准啊。由于秦刚对美国内部的了解情况的水平是相当通透的，所以中国外交斗争以后有可能会刻意的把美国政府跟国会进行区分，也会把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区分，对两党各自内部的激进派势力和保守派势力也要进行区分。麦卡锡这个共和党身份的议长，实际上他很多动作就是要给拜登政府添乱，那么要让台湾问题更加恶化，让中美关系无法在民主党、无法在拜登的任期缓和，要继续增加对抗氛围。这样才有利于共和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那么去年麦卡锡挑逗佩洛西，拱火让他去台湾，就是这个原因。拜登那边五角大楼还有白宫都不希望出这种事儿，劝也劝不住，因为政府没有权力去管众议院议长，只能眼睁睁看着佩洛西去给共和党打工。所以呢，这次布林肯已经提前放出话了，说跟上次一样，仍然说政府的权限管不了众议院议长，说麦卡锡的行为代表不了美国政府。那么布林肯的外交辞令就是要把自己先摘出去，因为布林肯也好，耶伦也好，包括拜登这些人眼下需要在中美关系上拿出一些成绩，不是他们发善心，而是这么对峙下去，美国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不愿意让麦卡锡出来捣乱。这就是美国两党斗争，激进派还有保守派斗争的一个冲突点。那么现在就要看新一届的中国外交部能不能够抓住美国这些内部冲突进行分化处理。美国需要什么？它需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等等各种实际问题。那么既然共和党挑事儿，不希望拜登政府跟中国能够谈成什么，我们呢跟拜登政府恰好就是该谈的还要继续谈，而且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可以谈出一些成果来，要避免在无意中配合美国激进派达成他们想要那个氛围。而且后续呢，我们也会采取各种制裁措施，但是会针对激进势力，比如针对麦卡锡这些人占优势的州，而理性力量占优势的一些州呢，我们会多给一些贸易机会。当然，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完全亲华的美国政府，这不可能。现在美国的现实就是比赛谁更激进谁上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要营造一个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激进派执政对美国伤害更大的导向性认识。总之呢，我预估未来中国外交应对不是喊口号、喊坚决反对那么简单了，也许口号会喊得更少，不过呢，会更注重精确打击，会更注重用不同手段对付不同对象，特别要避免损害自己公信力，避免陷入对方预设陷阱。这一点呢，正好就是秦刚部长在美国曾经体现出的能力。